我今年37岁了，说出我的相亲条件以后呢，就没人给我介绍对象了。难道说我的要求很高吗？你说说你的要求。第一就是男方的彩礼要18万，第二呢，月薪的话必须要2万以上。婚后男方父母不和，我们一起住。第三呢，我想婚后把我的父母都接过来。第四，婚后男方工资卡要上交。第五呢，男方最好身高在180以上，40岁以下。咱都37岁高龄了还不愁嫁，你还列这么多条件？20岁出头的小姑娘一波接着一波的，人家娶个年轻漂亮的不香吗？你该有点自知之明了。我发现女儿是妈妈的许愿池。我妈说我找对象要找一个以后给我彩礼28万8，还要给我一套房，给他一套房，给我一辆车，给他一辆车的男的。这个男的家里面还要非常的幸福，爸爸妈妈都很幸福，在一起非常的美满，对我花钱大方，对他花钱也要大方，不能有哥哥，不能有弟弟，可以有姐姐，可以有妹妹。然而我家就是一个普通家庭，然后还是离异的，还有负债。让我娶大龄剩女，我还不如一辈子打光棍呢。为什么这么说？4个原因啊。第一，他们太难伺候了，30岁还单着，肯定是有很多人追他，他都没同意。第二，他们大部分是没有公主命，却有公主病，既要又要还要。就算有一个不错的男生追她，她还幻想着自己还可以遇到更好的，我可不敢赌。第三，要不是他们只想着男生一味的付出，觉得我们男生就应该追他们，哪里还能待到现在？第四，他们都快更年期了，情绪肯定不稳定，一点不如意就发脾气，更有甚者直接提分手。在许多中国城市的相亲活动现场，常常能够看到一幅奇特的一幕：女性参与者众多，男性却是寥寥无几。像成都、杭州、南京等地的相亲角呢，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。在一线城市上海，相亲市场的男女比例突破了1比9，这就意味着呢，在相亲市场当中是9个女人抢一个男人。今年的年初，成都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出现了女性人满为患的场面，这让人民公园不得不贴出一张通知称，相亲角女生位置已满，暂停登记。我终于知道深圳为什么叫做剩女之都了。现在深圳大部分的女生找另一半的要求简直就是许愿池啊！首先呢，就是身高1.7米以上，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，最好呢还得有房有车，有稳定的高薪工作，年薪大概几十。说实话，这样的男生是有，不过呢都已经结婚了。当然了，找对象每个人都能提一些自己的要求，但是呢也要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。好比你条件一般呢，还想找一个高富帅，我想问一下，人家凭什么选你呢？博主北漂小红33岁，是家中的独生女，她的爸妈坚持要她找个上门女婿，但是很难找到，眼瞅着她嫁不出去了，爸妈把上门女婿的标准做了调整。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标准是什么。首先也是最主要的，不找有钱的，最好是无房无车无存款的3无穷男。为啥呢？有钱人选择当上门女婿的概率几乎为0，穷一点才有可能选择入赘。最好是穷在叮当响的那种，越穷越好，越穷我越喜欢。第二，爸妈也说了，首选离异带娃的，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主要是考虑到我年纪大了，万一以后生不了，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呀。万一以后生不了，就指望着男朋友的孩子给我们家养老啦。博主深圳杨子姐是位红娘，一位大龄单身女子找到她，让她帮忙介绍对象。这位女生是86年出生的，39岁，是在编老师，年薪20万，在深圳有房有车，父母都有退休金，没有养老负担。她说想找一个未婚的门当户对的男子，红娘希望他能够降低条件，但是她说不要求对方收入比自己高，但也不能差距太大，房车必须要全款，这样结婚以后就不用一起还贷款。你觉得这种条件的男生比你差？一个男人，你学历不如我，收入没我高，都还没说他父母呢，这样来看，他是不是比我差多了？38到40岁，未婚，深圳全款车房，这个条件的男人，你觉得他会选你吗？真有这个条件，不可能到40岁了还打光棍。咱们就假设真有这样的一个男人，他为什么不去选20多岁的姑娘？难道他就不可能跟我一样的情况吗？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想将就啊。他年轻的时候遇到20几岁的小姑娘都没有去将就，难道现在会对一个38岁的你就能够将就了吗？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不信？红娘表示，如果说你就是想结婚生孩子，那你可以重点去挑男人的身高、长相、情商、智商，能及格就行了。经济上就不要要求太多，他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，人品可靠就 OK 了。那如果说呢，你觉得经济也很重要，想要给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，不想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，那在婚史这块就要放宽条件，选一个经济上不错的离异带女儿的男人。那些20到30几岁未婚的女孩，
大多数都不会去选择一个离异带孩子的男人，所以在这类男人里面，你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。今儿早上我看到了一条征婚启事，然后刷新了我的认知，刷新了我的三观。你们听一下啊，外地人在太原，1988年的，然后年收入在3到5万之间，在太原没房没车，哎，各位听一下，也没存款，但是呢，人家希望找一个，就是首先学历不能低于研究生的，人家觉得研究生以下的太 low 了，然后存款不能低于7位数，而且是随时可挪用的资金，而且人家希望彩礼能给到他80万，因为他有2个弟弟，一个人要给30万。沈阳的红娘糖糖接待了一个大龄女客人，这名女子是86年出生的，39岁了。她说看到身边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家庭了，她觉得很孤独，希望能在40岁之前生个孩子。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也说了择偶要求，但是红娘要把择偶要求降一降，否则就很难找到。你也说你一直没有找到，你为啥一直单到现在？原因难道你不清楚吗？那我就想找一个这个房子车都是全款，他为人有点上进心，有责任心，情商高点，能给我提供点情一下子。那至少大家能聊到一起去嘛。身高你看我也不矮，要求他身高1.75米，我觉得也不过分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我更倾向于未婚的，因为我自己想生个孩子。如果他要是自己在带孩子的话，天天看着我对自己的娃儿好，那他肯定看着不舒服，这关系太复杂。红娘说，你说你每一项要求都不高，但在沈阳身高1.75米以上，车房全款，年薪不能比你少，那至少得20万起吧。这种男生随便放在任何一个地方相亲市场，他都是顶尖的。而你已经是39岁了，你的生育价值、颜值，包括你的身体都在走下坡路。那人家为什么放着20多岁小姑娘不选，而选你呢？女人价值最高的时候是在她20多岁的时候，但是男生可不一样。男生黄金期可能要延后好几年，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忙着挣钱，没有找对象，现在他有车有房，找对象并不是那么太难。红娘说，你再考虑一下，要不要放低择偶标准。我发现呐，很多女孩她自己呢收入3000、6000，她都要找那种月收入8万、10万的，她们老是看那种霸道总裁文，他呢就自己把自己给带入进去。你说你要是长成刘亦菲那样的，你还可以说一下，对吧？关键是咱们真的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，你一来你就要求你给我找一个月收入8万的，我又不是许愿的，对不对？我咋能跟你实现愿望呢？而且你说你这样的三观，你怎么能脱得了单呢？我不要车，我也不要房，我就要30万的彩礼打到我的账上。说这话的姑娘啊，是一个酒店的前台，88年的，找了个男朋友，博士学历，父母呢是青岛周边农村的。这男的听了姑娘这些要求啊，其实也是答应的。他答应给女孩是30万彩礼，说房车呢咱们结婚以后陆续都买上。女孩一想自己也88年了，年龄说实话也不小了，一听男孩愿意给30万彩礼，那勉强也接受了这个安排。但是男方这边提出了几点要求，大家来听一听，看合不合理。第一呢，如果5年内咱们俩分手了，那我给你的彩礼你要退回一半给我。第二就是你每个月得给我爸妈2000块的生活费，因为我父母养我挺不容易的，供我到博士更不容易。现在他们在农村也没有什么退休金，生活没有保障，我们必须给他们生活费。这姑娘听完这个要求很不痛快，她算了一下，每年光生活费就得给他们家2万多，那也就10来年，这彩礼钱不都全还回去了吗？两个人就因为这事儿一直僵持着，谁也不让着谁。有网友表示，孝敬父母是应该的，至于说每个月给父母多少钱，那就看两个人的收入情况。如果收入很高呢，那2000块没问题的，那每个月就给父母2000块。但是如果呢，他们以后的生活有了变化，比如他们买了房子，或者有了孩子了，或者现在中国这个经济环境，说不定有一天被公司裁下来了，那就不能给那么多了。所以具体给多少钱，到时候再调整，父母也是能够理解的。江西人，或者江西女生彩礼会比较高吗？是。对对，你对这个怎么看呢？其实我不太能接受是男方给我太多，但是你也不能不给，给是你的心意。那你不给的话，我们那边的习俗就是那个样子。但是太高，我也觉得给人家不是，总不能说让人家倾家荡产卖房子去娶老婆，也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就两个人一定要喜欢，然后
男方家庭比较看重我，我觉得自己是有被尊重到的，我就觉得很好。我明白，那这个数字有没有一个就是你觉得 OK 的数字，但也不会太高？其实就是10万左右吧，10万左右， 10万左右差不多吧。你们知道大龄剩女为什么会被剩下来吗？大龄剩男他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？只要你年轻或者漂亮，两者占一个，我都可以养你。什么工作啊、家庭啊、学历都不重要。那大龄剩女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？你有钱，房车都有，有个体面的工作，形象身高啊都是中上等，再加上父母有退休金，本科以上学历，那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填狗的机会。那男生们就有疑问，我父母都没好好的孝敬，我为什么还要再请一个祖宗回来呢？现在想找一个这样子的男人是在许愿吗？第一点呢，就是话不多，但踏实善良；第二点呢，就是没有复杂的社交圈子；第三点呢，就是不抽烟、不赌博。那第四点呢，孝顺双方的父母。符合这4点要求，男生是不是都已经结婚了呢？那我这里就有一个98年在湛江当老师的女生，她呢就想找一个这样子的男人，但是好多人都说他们是在许愿，那你们觉得呢？实在不行哈，我就找个有钱人嫁了。这句话听着耳熟嘛？那有钱人哈，他傻，他这里有问题啊，他给你当接盘侠。很多女生她把有钱人当成备选项，真的很可笑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哈，现在有钱人他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子的？在成都，个人资产1000万级别以上的，对于结婚对象的要求基本上都是外形好、漂亮，只是一个门槛，还得是你名校毕业，家里面哈至少是中产或者是知识分子家庭，或者是你家境本身很好，有资源，温婉的大家闺秀。上海的大龄剩女数量已经突破100万，其中有40万是35岁以上的女性。这部分女生大概率会孤独终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们大多符合以下几点：第一，非上海本地人；第二，收入刚好能养活自己，但买不起房；第三，接触过不少优质男性，但都没有修成正果，对生活品质要求还偏高。这个年龄段真的很尴尬。优秀男生不会选择35岁以上的女性，而条件普通的男生他们又看不上。这种局面注定了他们很难找到另一半。上海人口发展报告披露一组数据，目前上海常住未婚女性人数已经达到209万。25岁至34岁的女性当中，未婚率高达41%，而平均初婚年龄则推迟至30岁。在上海的写字楼里，清晨8点半，一群精致利落的女生踩着高跟鞋步入职场。夜晚，她们或在陆家嘴音乐厅沉浸于旋律，或在瑜伽室里挥汗如雨，释放压力。有网友曾经算过一笔账，自己月入3万块钱，独居在市中心的一居室，每月约30%收入花在健身、看展览、旅行等方面。如果结婚，就意味着要与另一个人共享空间，迁就对方的口味，周末还要陪孩子，这些不但花钱，还要花时间和精力。他们与其说是被剩下，还不如说是主动选择了单身。他们条件不差，985硕士学历，在3甲医院或高校工作，年薪超过20万，有的甚至已经购置房产。相亲多年，却始终没有遇到理想对象。问题不在于没人愿意娶，而在于他们不愿意将就。一位年近30的大龄女直言：“我自身条件这么好，总不能找一个比我差的吧？”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，但现实却是，那些符合她标准的男性，要么早已经成家，要么更倾向于选择年轻的姑娘。在一次朋友聚会当中，一位32岁的女律师与一位35岁男老板聊得颇为投缘。可聚会结束以后，男方却悄悄问朋友有没有25岁左右的女生，我还是想找一个能在家里带孩子的。这样的价值观错位的事例屡见不鲜。女性用10几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学历与事业，在某些男性的眼中反而不如年轻貌美来的实在。网络世界也在悄然改变大龄女们的择偶期待。在电视剧或短剧中，到处都充满了高富帅的男性，让他们误以为理想伴侣触手可及，却忽略了现实中大多数男性不过是月薪2万挤地铁通行的普通人。他们被困在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境地。往下看，觉得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性缺乏未来；往上看，那些条件优越的男性又将目光投向更年轻的女性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